我花5個億買下一艘退役驅逐艦，簽合同的公證員笑得差點沒坐穩，銀行經理也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我。没關係，讓他們嘲笑，7天後他們就笑不出來了。我叫江宇，重生前是云城碼頭的搬運工，扛了10年貨箱，1個月4000塊。去年買了張彩票中了10億，還沒想好怎麼花，末世就来了。喪屍破門那天，我被堵在貨架角落，連叫都沒叫出聲就被咬碎了。一道白光，我重生了。距末世爆發整整7天，银行卡裡還躺着那10億，一分不少。重生回来第一件事，我就決定买下停靠在碼頭的退役驅逐舰。前世死在陸地，這輩子絕不重蹈覆轍。喪屍不會游泳，海面就是末世唯一真正的安全區，這是我用命換來的真理。我盯上的是一艘服役30年的退役052 D 型驅逐艦，全長300米，排水量2萬噸，5億的拍賣價掛了2年无人問津。常年在碼頭幹活的我，比誰都清楚這艘鋼鐵巨獸的恐怖。主甲板離海面20米，艦側鋼板厚50厘米，安康導彈破片標準設計。別說喪屍，炮彈打上去都只留個印子。艦內7層水密艙室獨立密封，雷達、声呢，動力主機一应俱全，封存多年修復就能用，就它了。5個億，今天過戶。对方負責人愣了10秒，聲音抖着連聲硬響。第二天鑰匙到手，我踏上甲板，腳下是合金鋼板的輕顫，耳邊是呼啸的海風，身後的雲城依舊喧囂。我望向遠處的城市，冷冷開口：不久後，這個世界就將毀滅了。6天，我要將一艘退役驅逐艦改造成末世最強海上要塞，只因為幾天後將爆發喪屍病毒。进入軍艦第2天，我就打出了第一批電話。雲城最大的3家船舶工程公司，我全部以10倍日薪談定，要求即日進城，晝夜不停，雙班輪換。早上6點，2400名工人全部登艦，起歌聲、焊接聲、鑽孔聲從艦頭轟到艦尾，把軍港上空的海鸥全驚飛了。第一步就是把防禦拉到極致，所有舷窗、通風口、舷梯入口全用軍工鋼板焊死，只留一套3重密封儲藏门，液壓鎖死後，40噸衝擊力才能撬開一絲縫隙。主甲板四周加裝3.5米高鋼制圍欄，頂端向外傾斜，焊板擊刺，接通10萬伏高壓電網，不管是人是屍，觸碰即被擊倒。與陸地唯一連接的液壓升降跳板，不用時懸空8米，沒有專用設備，根本不可能跨越。第2步，改造永久冷庫。艦體最底層的彈藥艙是全艦最厚實的區域，我砸下2800萬，把這裡改造成超低溫冷鏈倉庫，900立方米的儲量能存700噸冷凍食品，連續運轉10年都不會出問題。第3步，瘋狂囤貨，30萬斤大米，20萬斤麵粉，15萬斤雜糧，3万桶食用油，罐頭和即食食品装滿80個集裝箱，140輛貨車在碼頭排起2公里的長龍，機械臂24小時不停裝卸。冷庫裡壓進35萬斤凍肉，18萬斤急凍海鮮，礦泉水備了全艦5年的量，再加2套海水淡化設備，水源永遠不會斷絕。我還單獨開闢了種子倉，87個品種的作物，種子全部真空密封，這是未來建立補給基地的底牌。傍晚收工，焊接的火花從艦頭連到艦尾，整艘戰艦如同被烈火蟲蛀。我站在艦舵，愛犬阿烈頂了頂我的膝蓋，我笑着說：5天後天下大亂，咱們高枕無憂。我花5個億買下一座退役驅逐艦，所有人都嘲笑我買了一堆廢鐵，可只有我知道，幾天後世界將迎來一波喪屍狂潮。距離末世還剩3天，我把剩下的錢全部砸向了3件事：動力、武器、鐵甲軍團。要把這艘鋼鐵巨獸打造成末世裡無敵的海上戰爭機器。先說動力，4台主柴油機封存11年，早已嚴重鏽蝕，我直接砸3600萬，請來國內頂級的船舶動力修復團隊，50名輪機工程師，2班倒、拆件、清洗、換件、校正推進器，連軸轉了整整2天。第3天深夜，4台主機全部重啟，那一聲由心到重的轟鳴從機艙深處翻湧而上，我站在輪機室門口，感受着腳底板傳來的震動，雙臂瞬間起了一層雞皮疙瘩。這艘沉睡的鋼鐵巨獸活了，4萬噸重柴油同步注滿油艙，巡航速度下，它能在海上持續航行14個月不靠港。再說武器，原裝76毫米全自動艦炮全面修復，每分鐘85發的射速，17公里的有效射程，1分鐘就能清場半徑2公里內的所有目標。通過部隊後勤的老關係井岡，我砸3000萬拿下一批處置庫存，480枚重型火箭彈，320枚穿甲彈，160枚燃燒彈，全部經军港特殊通道入庫。甲板另加裝24座重機槍陣地，360度無死角，任何目標在50米外就會被火力網打成筛子。最後是我的鐵甲軍團，砸2億4000萬，定制300台海陸兩用戰鬥機器人，防水防腐合金客體，50萬伏高壓電機模塊，12噸夾持力的液壓破甲甲胄，200米內熱成像追蹤零失誤，雨天夜間全天候作戰。300台機器人分3噸，100台甲板警戒，120台艙室安綁，80台水面游弋，艦體周圍400米全覆蓋，任何東西將從水裡爬上來，還沒碰到艦身就會被先行撕碎。當所有改造落定，我看着眼前的鋼鐵要塞，心裡只剩一個念頭：末世來了，我也能在這片滄海之上活得風生水起。
末世倒計時48小時，我在全城发出了一份招募公告，名義是封閉式遠洋考察項目，底薪約50萬，提供全套物資保障，有醫療、工程、農業、烹飪等專業背景者優先。公告配圖是一艘在藍天碧海下波浪前行的戰艦，4小時報名人數直接突破3000人，我親自篩選了一整天，最終敲定120人，3名外科醫生，8名頂尖工程師，4名農業專家，2名漁業專家，3名5星級廚師，剩下的全是經過體能和心理素質双重篩選的综合岗人員。末世裡，醫療比黄金貴，工程師比将軍重要，而廚師，我絕不打算在末世裡吃一口難吃的飯。120人裡有70名女性，其中不乏气質出众的模特和主播，他們滿心以為自己要參加一場高薪奇遇，可当踏上舷梯的那一刻，看着旋轉的雷達、巡邏的機器人、直指蒼穹的炮管，所有人都愣在原地，一句話都說不出來。領頭的林婉抬起頭，盯着巍峨的艦島看了3秒，怔怔地問我：“這是郵輪？”它比郵輪安全1000倍。下午，全艦防禦系統開啟壓力測試，測飛160米引爆測試裝置，艦內只有輕微震顫，艦體毫髮無損。甲板高壓電網供電，鐵管扔上去，瞬間出3米高的藍白弧光。300台機器人完成全艦首輪實戰演練，整齊的踏步聲轟轟碾過甲板。120名新登舰人員站在井邊，看得鸦雀无聲。林婉小聲對身邊的人說：“我感覺我上了一艘超級軍艦。”當天傍晚，主甲板上支起40米長桌，燭光搖曳，紅酒醇香，烤肉飄香，爵士樂緩緩流淌。120人盛裝落座，頭頂是漫天星河，探照燈把海面照得如同白晝。機器人在外圍靜靜巡逻，艦炮沉默處理，威嚴又安穩。阿烈坐在我的椅子旁，埋頭啃着烤牛排。我端着酒杯站在艦地，望着腳下流光溢彩的海上要塞，心裡只有一句話：前世扛了10年貨箱，沒吃上一頓像樣的飯，這輩子我全部上。重生後，我花幾個億改造了一艘退役驅逐艦，沒想到它竟成為躲避末世喪屍的海上堡壘。過去的1周，我把這艘驅逐艦裡裡外外做了脫胎換骨的升級，囤購了幾輩子都用不完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就等着末世降臨的這一刻。這天凌晨5點50分，城東天際線驟然閃過一道刺眼的光，緊接着一聲沉悶的爆炸低吼從遠處傳來，生物研究院頂層炸開，滾滾白煙噴湧而出，窗戶一扇接一扇被從裡面狠狠砸碎。7點，全城警報響徹海面。8點，新聞主播的聲音抖得不成樣子，不明生化感染持續擴散，請所有市民立即就地隔離。9點，所有頻道陷入一片雪花，通訊信號徹底中斷。我放下望遠鏡，按下全艦廣播，聲音沉穩有力：全員就位，切換戰備模式，300台機器人全部激活。最後一聲令下，截纜，發動主機，出港。4台主柴油機組轰然點火，深沉的轟鳴從機艙席捲全艦。這艘155米的鋼鐵軍艦緩緩駛離泊位，碼頭上早已湧入大批喪屍，他們擠在戰橋盡頭，望着越駛越遠的艦影瘋狂嘶吼，爪子抓撓着地面，卻半步都邁不進海裡。林婉跌跌撞撞跑上甲板，臉色慘白。外面真的完了。我望向身後煙火漫天的雲城，一字一句道：陸地完了，但我們沒有。驅逐艦駛入外海，城市的輪廓在煙霧中徹底消失。機器人完成第1輪換防，阿烈趴在艦尾迎風而立，比任何人都鎮定。就在這時，雷達台的警報驟然炸響，值班機器人的屏幕跳出紅色字符：生難異常，水面下方0.5米，檢測到大批移動目標，正向本艦坐標聚攏，已確認目標超過800，持續增加，形態特徵人形。我的手心瞬間滲出冷汗。喪屍會游泳，這句話像重錘狠狠砸進我的大腦。我剛要開口下令，通信頻道裡突然傳來一個粗啞的男聲：前方艦艇，我是雲城，戰備應急指揮部。你們駕駛的是國有軍事資產，立即停艦，等待接管。重複，立即停艦。雷達右上角，一個星光點從港口高速追來，武裝重型巡逻艇，時速40節，船頭炮管正死死對準我的方向。前方800具水下人形目標正在合圍，身后武装巡邏艇比我交接。就在這時，艦島走廊深處突然傳來一聲撕心裂肺的尖叫。我站在雷達台前，3個方向的威脅同時爆發，1秒鐘都容不得我猶豫。這艘鋼鐵戰艦的第1場戰爭已經打響。我指尖在操控台飛速劃過，3道指令同步下達。首先是艦內80台艙室安保機器人瞬間調轉方向，朝着尖叫傳來的艦島中層走廊全速突進，熱成像鎖定2個體溫超過40度的移動目標。液壓夾爪瞬間發力，將剛完成變異的感染者死死鉗制。高壓電擊模塊同步啟動，不過3秒，變異體的掙扎便徹底平息。全程沒有波及到任何一名普通登艦人員。與此同時，甲板上24座重機槍陣地同步解鎖，艦濾的76毫米全自動艦泡泡口緩緩下壓，對準身後高速逼近的武裝巡邏艇。我冷眼看着雷達上的光點，對方根本不是什麼應急指揮部，只是末世爆發後想搶奪軍艦的投機者。巡邏艇上的炮管甚至連保險都沒打開，完全是仗着所謂的官方名頭虛張聲勢。我沒有絲毫猶豫，下達了開火指令，穿甲彈呼嘯而出，精準命中巡邏艇的機艙，一團衝天的火光在海面炸開。不過2秒，整艘巡邏艇便帶着滿船的貪念沉入海底。最後是水下合圍的800具人形目標。
標。我啟動了艦體兩側的深水炸彈投放口，20枚高爆深水炸彈同步入水，在水下接连引爆，巨大的冲击波在海面掀起数米高的浪头，水下的变异丧尸瞬間被撕成碎片。3个方向的危机在1分鐘內全部解決。我放下手裡的操控器，看向身後已經徹底陷入死寂的雲城，下令驅逐艦朝着遠海全速前進。艦體破開海浪的轟鳴沉穩有力，雷達全功率開啟，掃描着方圓50海里的所有動靜。我靠在艦橋的舷窗邊，看着腳下翻湧的滄海，心裡清楚，這只是末世裡的第一場戰鬥，往後的風浪只會更兇險。但只要這艘鋼鐵要塞還在，我就永遠有立於不敗之地的底氣。驅逐艦全速航行了整整1天，雷達屏幕上終於出現了新的光點，是一支由7艘中小型漁船組成的幸存者船隊，正擠在一處暗礁區裡動彈不得。我調整望遠鏡焦距，看清了船隊周圍的海面，密密麻麻的變異海獅正圍着漁船瘋狂撞擊，船身的鐵皮已經被撞出了多處凹痕，有2艘漁船的船舷已經被破開，海水正不斷往裡倒灌，用不了多久，整支船隊就會徹底沉入海底。我沒有立刻下令開火，先讓聲納系統掃遍了船隊周邊的海域，確認沒有隱藏的水下目標，又讓熱成像系統掃過每一艘漁船，看清了船上的人員分布。船隊裡一共有200多名幸存者，其中有30多名手持武器的壯年男性，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婦女和孩子，還有幾個穿着白大褂的醫護人員，看起來是從港口逃出來的普通幸存者。我下令驅逐艦減速靠近，在距離船隊2海里的位置停下，先是讓艦1的艦炮對着船隊周邊的海面來了一輪覆蓋式射擊，高爆彈在海面炸開，瞬間清掉了大半圍在漁船周邊的海獅。緊接着80台水面游弋的戰鬥機器人同步下水，朝着剩下的海獅衝去，液壓夾爪和高壓電擊模塊同時啟動，不過10幾分鐘，圍堵船隊的海獅就被清理得乾乾淨淨。我讓機器人給船隊送去了淡水和應急食物，同時讓雷達全功率警戒周邊海域。我靠在艦橋的操控台前，看着遠處劫後餘生的船隊，心裡清楚，末世裡的善意從來都要帶着鋒芒。我救了他們，不代表他們會心懷感恩。那些藏在漁船裡的武裝人員看向驅逐艦的眼神裡已經藏不住貪婪的光。我提前給全艦的機器人下達了警戒指令，任何未經允許的船隻靠近驅逐艦500米範圍，直接無警告摧毀。夜色徹底籠罩海面的時候，我預料中的變故如期而至。雷達屏幕上3艘漁船脫離了船隊，關掉了航行燈，借着夜色的掩護，正朝着驅逐艦的方向緩緩靠近，船速壓到了最低，生怕被我們的警戒系統發現。熱成像清晰地顯示，3艘船上擠滿了手持砍刀、鋼管和自制土槍的壯年男性，每個人的身上都綁着自制的汽油燃燒瓶，顯然是打算用登船肉搏的方式搶奪這艘鋼鐵要塞。我沒有提前驚動他們，只是悄悄調整了甲板上的重機槍陣地，讓100台甲板警戒機器人全部進入隱蔽待機狀態。水下的游弋機器人也悄悄繞到了3艘漁船的後方，斷了他們的退路。我靠在艦橋的陰影裡，看着3艘漁船一點點靠近驅逐艦500米的警戒線，指尖搭在操控台的開火按鈕上，沒有絲毫的猶豫。當3艘漁船的船頭越過警戒線的瞬間，我下達了攻擊指令，甲板上的重機槍同時開火，密集的子彈瞬間撕碎了漁船的船身，船上的人連反應的時間都沒有，就被子彈打成了篩子。有2艘漁船的油箱被直接擊中，衝天的火光瞬間在海面炸開，燃燒的殘骸照亮了整片海域。剩下的1艘漁船想掉頭逃跑，卻被水下的機器人直接撞破了船底，海水瘋狂湧入，不過10幾秒就徹底沉入了海底。整個戰鬥不到2分鐘就徹底結束。我讓機器人把船隊裡剩下的人全部召集起來，用探照燈照亮了海面燃燒的殘骸，給他們看清楚搶奪軍艦的下場。我篩選出了船隊裡的醫護人員、漁民和維修技工，把他們帶上了驅逐艦。剩下的人給了足夠的食物和淡水，讓他們朝着遠處的無人海島航行。做完這一切，我下令驅逐艦繼續朝着遠海前進。夜色裡的鋼鐵巨艦破開海浪，朝着未知的前路駛。連續航行了3天，海面一直風平浪靜，艦內的秩序也徹底穩定下來。招募的工程師完成了艦體受損部位的修復，農業專家也完成了種子倉的清點和養護，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發展。但我心裡清楚，末世裡的平靜從來都是暫時的，越是風平浪靜，背後藏着的風浪就越是兇險。這天下午，雷達和聲納系統同時發出了警報，方圓10海里的海域裡出現了密密麻麻的移動目標，數量超過3000，正從4面8方朝着驅逐艦的方向合圍過來。我立刻下令全艦進入戰備狀態，艦炮和重機槍陣地全部解鎖，機器人部隊全部進入戰鬥位置。聲納系統全功率開啟，掃描着水下的每一處動靜。很快我就看清了來襲的目標，是比之前遇到的規模大了數倍的變異海獅潮，其中還夾雜着數十頭進化型的變異喪屍。這些進化型喪屍的體型比普通喪屍大了1倍，前肢進化出了鋒利的爪牙，能噴出腐蝕性極強的酸液，速度也比普通海獅快了3倍，正帶着獅群朝着驅逐艦高速衝來。我沒有等獅群靠近，先下令艦炮朝着獅
着群最密集的區域來了一輪燃燒彈覆蓋射擊，燃燒彈在海面炸開，熊熊烈火瞬間鋪滿了整片海域，普通海獅在火焰裡瞬間被燒成了焦炭，進化型喪屍也被火焰逼得放慢了速度。緊接着，我讓水下的游翼机器人朝着进化型喪屍發起突袭，高压電擊模塊和液压加爪同时發力，瞬間撕碎了十幾頭衝在最前面的进化型喪屍，但還是有幾头进化型喪屍衝到了舰體附近，喷出的酸液落在舰体的鋼板上，发出了滋滋的腐蚀声，留下了深淺不一的凹痕。我立刻下令甲板上的重机枪集火，穿甲弹瞬间撕碎了这幾頭进化型丧屍的身體。整整2個小時的激戰過後，海面的屍潮被徹底清理乾淨。我看着艦體上被腐蝕的痕跡，下令工程師立刻升級艦體的防腐蝕涂層，同時調整了防禦體系，在艦體周邊加裝了多座火焰噴射器，應對接下來可能出現的更凶險的屍潮。清理完海屍潮的第二天，雷達掃描到了一處距離航線不到10海里的無人海島。海島的面積不小，有淡水資源，還有一處天然的避風港，地勢易守难攻，是建立临時補給基地的絕佳位置。我立刻下令驅逐舰調轉方向，朝着海島的方向駛去。末世裡的海上航行永遠需要一個穩定的陸地補給點，而這座海島就是我選中的第一個落腳點。驅逐艦緩緩駛入海島的避風港，我先讓聲呢系統掃遍了港灣的水下區域，確認沒有隱藏的變異海獅，又讓熱成像系統掃遍了整個海島，看清了島上的地形和生物分布。海島的內陸區域有幾處小型的熱源點，看起來是隱藏的幸存者，還有不少大型的野生動物熱源，應該是被末世的混亂逼得變異的野獸。我沒有貿然登島，先讓100台戰鬥機器人組成先頭部隊，乘坐衝鋒舟登上海島，朝着內陸區域推進，清理沿途的變異野獸。機器人部隊剛進入海島的叢林，就遭遇了變異的野狗群。這些野狗的體型比普通野狗大了1倍，牙齒鋒利，速度極快，悍不畏死地朝着機器人衝來。但在合金機身和高壓電機面前，這些變異野狗根本不堪一擊。不過10幾分鐘就被清理得乾乾淨淨。先頭部隊一路推進到了海島的內陸區域，找到了那幾處熱源點，是一個由30多名幸存者組成的營地。營地建在一處山洞裡，外圍設置了簡易的防禦工事，還有手持武器的守衛。我看着熱成像傳回來的畫面，發現營地的守衛手裡拿着制式的步槍，顯然不是普通的幸存者，應該是末世爆發後逃到島上的武裝人员。機器人部隊靠近營地的時候，營地的守衛直接開了槍，子彈打在機器人的合金機身上，只留下了淺淺的痕跡。我沒有讓機器人直接反擊，只是讓他們停下腳步，在營地外圍建立了防線，同時讓驅逐艦的艦炮炮口對準了營地的方向。我靠在艦橋的操控台前，看着海島的方向，心裡清楚，這座海島的歸屬注定要靠實力來決定。營地的人見開槍沒有任何效果，又看到了遠處海面上對準他們的艦炮，徹底慌了神，躲在山洞裡不敢出來，只是時不時朝着外面放幾槍，試圖阻攔機器人的推進。我沒有耐心和他們耗下去，直接下令讓機器人部隊發起進攻，同時讓艦炮對着山洞外的防禦工事來了一輪警告射擊。高爆彈在工事旁邊炸開，巨大的衝擊波直接掀翻了簡易的圍牆，營地的人瞬間失去了反抗的勇氣。機器人部隊很快就突破了營地的外围防禦，衝進了山洞裡，沒有造成任何无辜人員的傷亡，只是把所有手持武器的武裝人員全部控制住。我乘坐冲锋舟登上了海島，走進了山洞营地，看清了裡面的情況。營地的30多人裡有8名是持有武器的武裝人员，剩下的都是普通的幸存者，大多是附近渔村的村民。末世爆发后被这些武装人员胁迫着躲到了島上，每天都要冒着危險出去尋找食物，稍有不從就會被打罵。我讓人把那些武裝人員手裡的武器全部收繳，查清了他們的底細，他們原本是附近港口的安保人員，末世爆发後搶了武器，脅迫着村民逃到了島上，把所有的食物和物資都據為己有，還害死了3個反抗的村民。我沒有絲毫留情，把這8個人全部驅逐出了營地，只給了他們少量的食物和水，讓他們自生自滅。末世裡的惡從來都不值得被原諒。剩下的村民見我幫他們擺脫了脅迫，都放下了戒備。我從村民中篩選出了裡面熟悉海島地形的漁民和種植戶，讓他們留在島上，負責後續的基地建設和作物種植，給他們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工具和武器，讓他們跟着我一起建設這座海島補給基地。我帶着人走遍了整座海島，劃定了防禦工事的建設範圍，選定了作物種植區和淡水儲存區，讓隨行的工程師制定了詳細的基地建設方案。站在海島的最高處，看着腳下的避風港和遠處海面上的驅逐艦，我心裡清楚，從今天起，這裡就是我在末世裡的第一個陸地據點，是我滄海霸業的起點。接下來的1周，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海島基地的建設上。驅逐艦上的工程師和工人分批登島，帶着充足的建材和設備，按照制定好的方案，晝夜不停地建設防禦工事。海島的外圍建起了3米高的鋼制圍牆，頂端焊滿了擊刺，接通了高壓電網。圍牆每隔50米就設置了一座機槍堡壘，360度無死角覆蓋，任何靠近的喪屍或者變異生物都會被火力網瞬間撕碎。海島的內陸區域，我們清理出了20畝平整的土地，農業專家帶着村民把我帶來的作物種子種了下去，搭建了恆溫大棚，就算是惡劣天氣，也能保證作物的正常生長。
海島的天然淡水湖被我們圍了起來，加裝了净水過濾系統，保證了基地的飲用水安全，還在湖邊搭建了漁業養殖池，從海裡捕撈了魚苗放進去，實現了食物的穩定供給。山東營地被我們改造成了永久的物資倉庫和应急避难所，加裝了多重密封门和通風系統，就算是遭遇大型市潮圍攻，裡面的人也能安全生存半年以上。我還在海島的最高处搭建了雷達站和通信基站，把驱逐舰上的備用雷達装了上去，能掃描方圆100海里的所有动靜，就算驱逐舰外出航行，也能实时掌握海島周邊的情況。为了保證海島基地的安全，我留下了50台戰鬥機器人駐守海島，還有20名經過訓練的護衛隊員，配備了充足的武器彈藥，制定了完善的警戒方案。我還把驅逐艦上的一套海水淡化設備和小型發電機留在了島上，就算是和驅逐艦失去聯繫，基地也能正常運轉。海島基地的建設全部完成的那天，我站在海島的最高處，看着下方整齊的種植大棚、堅固的防禦工事，還有遠處海面上靜靜停泊的鋼鐵驅逐艦，心裡滿是踏實。前世的我，在末世裡連一個安穩的容身之處都沒有，只能在夾縫裡苟延殘喘。而現在，我有了堅不可摧的海上要塞，有了穩定的陸地補給基地，有了跟着我一起生存下去的人。在這個喪屍橫行的末世裡，我終於有了真正的立足之地。海島基地徹底穩定下來之後，我帶着驅逐艦再次出發，沿着海岸線航行，尋找更多的物資和可用的資源。末世裡的柴油、武器、工業設備都是最珍貴的硬通貨，而這些東西大多都藏在沿海的港口和大型船只裡。航行的第3天，雷達屏幕上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光點，是一艘排水量超過30萬噸的超大型郵輪，正停在距離海岸線不到5海里的位置，一動不動，顯然是失去了動力。我立刻下令驅逐艦朝着郵輪的方向駛去，同時讓聲呐和熱成像系統全功率開啟，掃描郵輪周邊的情況。距離郵輪還有3海里的時候，我看清了郵輪的全貌。船身鏽跡斑斑，甲板上到處都是散落的雜物，還有不少喪屍的殘骸。郵輪的周圍海面密密麻麻地圍滿了變異海獅，數量超過2000，正瘋狂地撞擊着郵輪的船身。熱成像系統掃過郵輪的每一層艙室，顯示郵輪裡還有不少活着的熱源點，分散在郵輪的上層駕駛室和頂層甲板上，大概有100多人。還有不少移動的熱源點是藏在艙室裡的喪屍，數量超過500。更讓我驚喜的是，聲呐系統顯示郵輪的油艙裡還有超過20萬噸的柴油，這簡直是一筆天大的財富。有了這些柴油，我的驅逐艦就算是不間斷航行10年，都不用擔心油料短缺的問題。我沒有貿然登船，先下令驅逐艦對着郵輪周邊的海面來了一輪覆蓋式射擊，高炮彈和燃燒彈同時發射，海面瞬間燃起了熊熊烈火，圍堵郵輪的海獅潮瞬間被清理了大半，剩下的海獅被水下的游弋機器人一一解決。不到1個小時，郵輪周邊的威脅就被徹底清除。緊接着，我讓150台戰鬥機器人組成登船部隊，從郵輪的船舷攀爬上去，分成2隊，一隊朝着頂層甲板的幸存者位置推進，一隊清理艙室裡的喪屍。機器人部隊剛進入郵輪的艙室，就遭遇了藏在裡面的喪屍群。這些喪屍在封閉的艙室裡困了很久，變得更加兇悍，悍不畏死地朝着機器人衝來。但在機器人的火力和高壓電機面前，這些喪屍根本不堪一擊，一路被清理得乾乾淨淨。我站在驅逐艦的艦橋上，看着郵輪的方向，等着登船部隊的消息，心裡清楚，這艘郵輪將會讓我的實力再上一個台階。登船的機器人部隊推進得很順利，不到2個小時，就清理完了郵輪裡所有的喪屍，打通了前往頂層甲板的通道，找到了困在上面的幸存者。我乘坐衝鋒舟登上了郵輪，走進了頂層的駕駛室，看清了裡面的情況。困在郵輪上的100多名幸存者，大多是郵輪的船員和石油公司的技術人員，還有10幾名荷槍實彈的軍人，是末世爆發後護送他們撤離的邊防部隊戰士。和我預料的一樣，郵輪的油艙裡確實裝滿了柴油，整整20萬噸，全部都是符合標準的船用柴油，封存得十分完好，沒有絲毫的洩漏。除了柴油，郵輪的倉庫裡還有大量的工業設備、維修工具和備用零件，還有不少食品和飲用水，都是末世裡最珍貴的物資。更讓我驚喜的是，郵輪的動力系統只是出現了輕微的故障，只要簡單修復，
就能重新啟動航行。我和郵輪上的帶队軍官見了面，他們是附近邊防部隊的参与人员。末世爆發后，接到命令护送郵輪撤離，結果剛駛出港口，就遭遇了喪屍爆發。船上的不少船員被感染變異，他們拼盡全力才把喪屍困在了下层艙室，带着剩下的人困在了頂层甲板，已經整整撐了10天，食物和水都快要耗盡了。我讓隨行的医護人員給船上的幸存者做了檢查，確認沒有人被感染，給他們送去了充足的食物和淡水，同時讓工程師帶着工人登船，修復郵輪的動力系統。工程師檢查完之後告訴我，郵輪的動力系統只是燃油管路出現了堵塞，主機沒有任何損壞，只需要1天的時間就能修復完成，重新啟动航行。就在我安排人員清理郵輪、修復动力系統的時候，熱成像系統突然發出了警報。郵輪的底层艙室裡還有幾個隱藏的熱源点，正朝着我們的位置快速移动。我立刻讓身邊的機器人進入戰鬥狀態，朝着热源點的方向迎了上去。很快就和目標遭遇了，是5名穿着軍装的人，手裡拿着制式的步枪和火箭筒，躲在艙室的角落裡，槍口对準了我們的方向，眼神裡滿是警惕和敌意。我立刻認出了他們的軍銜，是這支邊防部隊的高層軍官，顯然是想躲在暗處，找機會搶奪這艘郵輪的控制權。那5名軍官見自己的位置暴露，直接朝着我們開了槍，子彈打在機器人的合金机身上，只留下了淺淺的痕迹。火箭彈朝着我们的方向飞来，被机器人提前用液压夹爪接住，扔到了旁邊的空艙室裡。爆炸的衝擊波只震得艙壁微微顫抖，沒有造成任何傷害。我沒有絲毫猶豫，下令機器人發起反擊。高壓電擊槍瞬間發射，擊中了那幾名軍官的身體，他們瞬間失去了行動能力，被機器人牢牢控制住。我查清了事情的原委，這幾名軍官是這支邊防部隊的主官。末世爆發後，他們不想着保護幸存者，只想着把這艘裝滿柴油的郵輪據為己有，當成自己在末世裡的籌碼。之前喪屍爆發的時候，他們故意把普通船員和士兵困在下層艙室，自己帶着親信躲進了頂層的密封艙室，等我們清理完喪屍，又想跳出來搶奪郵輪的控制權，甚至打算偷襲我們，搶奪驅逐艦。我沒有絲毫留情，按照末世裡的規矩，處理了這幾個野心勃勃的軍官。剩下的士兵和船員得知了事情的真相之後，都選擇了跟着我。這些士兵都是受過專業訓練的軍人，船員和技術人員都是經驗豐富的老手，正是我現在最需要的人才。我把他們全部收編入了我的隊伍裡，給他們分配了合適的崗位。郵輪的動力系統修復完成，主機成功啟動，這艘30萬噸的鋼鐵巨輪再次恢復了航行能力。我下令讓郵輪跟着驅逐艦朝着海島補給基地的方向駛去。2艘鋼鐵巨輪一前一後在海面上破開海浪，朝着目的地前進。一路上雷達全功率開啟，沒有遇到任何的威脅，順利抵達了海島的避風港。郵輪靠岸之後，我立刻安排人員把郵輪裡的柴油分出一部分儲存在海島基地的油料倉庫裡，剩下的大部分都留在郵輪裡，當成移動油料儲備庫。我讓工程師帶着工人對郵輪進行了全面的改造，加裝了武器系統和防禦工事，把這艘郵輪改造成了一座移動的油料要塞，和驅逐艦形成了互補。做完這一切，我看着港口裡的2艘鋼鐵巨輪，還有越來越完善的海島基地，心裡清楚，我的實力已經足以在這片滄海之上站穩腳跟了。收編了郵輪和邊防部隊的人員之後，我的隊伍規模擴大了不少，手裡的資源也更加充足。接下来的時間，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實力的升級上。首先是驅逐艦的動力系統，我讓收編的船舶工程師和動力專家對驅逐艦的4台主柴油機進行了全面的升級優化，更換了全新的零件，調整了燃油效率，讓主機的輸出功率提升了 30%， 續航能力也提升了近1倍。就算是全速航行，也能在海上持續航行8個月不靠港。然後是武器系統的升級，我把從邊防部隊那裡接收的制式武器，還有郵輪上的工業設備，全部利用起來。在驅逐艦的甲板上加裝了4座近防炮系統，還有8座多管火箭彈發射槽，能對空中和海面的目標進行全覆蓋式打擊。就算是遇到大規模的尸潮或者武裝船队，也能輕鬆應對。我還修復了驅逐艦上的原裝反艦導彈發射系統，從邊防部隊的庫存裡找到了匹配的反艦導彈，讓這艘驅逐艦真正恢復了軍用戰艦的全部戰鬥力。海島基地的防禦也再次升級，
我把從遊輪上拆下來的鋼板全部用在了基地的圍牆上，讓圍牆的厚度增加了1倍。我还在海島的周邊海域設置了水下聲呐、預警系統和水下防禦網，任何靠近的水下目標都會被提前發現，就算是變異海獅想偷偷摸上海島，也會被水下的防禦網和機器人提前清理掉。除此之外，我還組建了屬於自己的武裝護衛隊，從收編的邊防士兵和幸存者裡篩選出了100名體能和心理素質都過硬的人，進行了專業的戰鬥訓練，配備了最先进的武器裝備，分成了陸地隊和海上隊，分別負責海島基地的防禦和隨行護航任務。我還制定了完善的队伍管理制度和物資分配方案，讓整個团队的運轉更加高效，徹底擺脫了之前的臨時狀態，形成了真正有組織、有戰鬥力的勢力。完成了所有的升級改造之後，我站在驅逐艦的艦舷，看着腳下的鋼鐵要塞，還有遠處越來越繁華的海島基地，心裡滿是底氣。前世的我在末世裡只能任人宰割，而現在我手裡有堅不可摧的戰艦，有充足的物資，有戰鬥力強悍的队伍。在這個喪屍橫行的末世裡，我已經有了稱霸滄海的資本。就在我的實力穩步提升的時候，海面突然變了天，气象雷達發出了紅色警報，一場超强台風正在快速靠近，風力超過了12级，預計12個小時之後就會抵達我們所在的海域。我立刻下令全艦進入應急狀態，同時給海島基地下達了防台風指令，讓基地的所有人全部進入山洞、避難所，加固所有的防御工事和種植大棚，把港口裡的油輪和其他船只全部固定好，應對即將到來的超强风暴。我下令驅逐艦驶離海島的避風港，朝着台風的外围海域駛去。海島的避風港雖然能擋住普通的風浪，但面對12級的超強台風還是有一定的風險，而驅逐艦本身就是按照抗風浪標準設計的，就算是12級台風也能輕鬆應對。我要駕駛着這艘鋼鐵巨艦，在風暴裡守住海島基地的外圍防線。10個小時之後，台風正式抵達，海面瞬间變得波濤洶湧，10幾米高的巨浪接連不斷地砸在驅逐艦的艦身上，整艘戰艦都在剧烈的晃动，就算是艦內的密封艙室也能听到外面狂风呼啸的声音。我站在艦橋的操控台前，牢牢把控着驅逐艦的航向，讓艦身始終对着巨浪袭來的方向，避免被巨浪打翻，同时让雷达和声呐系統全功率開啟，就算是在風暴裡也不能放鬆警戒。就在風暴最猛烈的時候，聲呐系統突然發出了警報，水下出現了一個巨大的移動目標，體長超過30米，正朝着驅逐艦的方向高速衝來，後面還跟着密密麻麻的小型目標，是變異的巨型海洋生物，還有混在裡面的變異海獅。借着風暴的掩護，朝着我們發起了突襲。我立刻下令全艦進入戰鬥狀態，艦機的艦炮炮口緩緩下壓，對準了水下巨型目標的位置，深水炸彈投放口全部解鎖，水下的游弋機器人也立刻朝着目標涌了上去。巨型海洋生物的速度极快，轉眼就衝到了驅逐艦的附近，巨大的身體狠狠地撞在了艦身上，整艘驅逐艦都劇烈地晃動了一下，艦體的鋼板發出了刺耳的摩擦聲。我沒有絲毫慌亂，立刻下令開火，數十枚深水炸彈同步入水，在巨型生物的身邊接連引爆，艦炮也同時發射，穿甲彈精準命中了巨型生物的身體，巨大的衝擊力讓它發出了一聲沉悶的嘶吼，鮮血瞬間染紅了周圍的海水。風暴裡的激戰還在繼續，被擊中的巨型海洋生物徹底被激怒，瘋狂地朝着驅逐艦發起了撞擊，巨大的身體一次次撞在艦身上，就算是厚達50厘米的軍工鋼板也被撞出了不少凹痕。跟在他身後的變異海獅也借着巨浪的掩護，朝着艦體攀爬上來，試圖衝進艦內。我立刻調整戰術，下令甲板上的重機槍和火焰噴射器同時啟動，朝着攀爬上來的海獅瘋狂掃射。熊熊烈火瞬間鋪滿了艦體的兩側，爬上來的海獅瞬間被燒成了焦炭。水下的游弋機器人也朝着巨型生物的弱點發起了突襲，液壓夾爪狠狠撕開了他身上的傷口，高壓電擊模塊也同步啟動，強大的電流瞬間傳遍了他的全身。巨型生物的動作立刻慢了下來，我抓住這個機會，下令艦炮再次接火，穿甲彈和高爆彈接連不斷地命中巨型生物的頭部。10幾發炮彈過後，巨型生物的動作徹底停了下來，巨大的身體緩緩沉入了海底，周圍的海水被染成了一片血紅，剩下的變異海獅失去了領頭的巨獸，瞬間亂了陣腳，
被我們的火力和機器人部隊一一清理乾淨。不到1個小時，所有的威脅就被徹底清除。風暴一直持續了整整1天1夜，才漸漸平息，海面重新恢復了平靜。我立刻下令工程師对驅逐艦進行全面的檢查，確認艦體的主體結構沒有受損，只是外圍的鋼板有幾處凹陷，還有一些防禦設施被風暴損壞，只需要簡單的修復就能恢復正常。我帶着驅逐艦返回了海島基地，查看基地的情況。好在我們提前做好了充足的防台風準備，基地的防禦工事和種植大棚都沒有受損，人員也都安然無恙。只是港口的幾艘小型漁船被風暴打翻了，但也沒有造成太大的損失。這次的風暴和巨獸突襲給我敲響了警鐘。末世裡的海洋並不比陸地安全，除了變異的海獅，還有越來越多的變異海洋生物，隨時都可能發起突襲。我立刻讓工程師团队对驅逐艦和海島基地的水下防禦系統進行全面的升級，加裝了更先進的聲呐預警系統，還有水下機槍陣地和高壓電機網，能提前發現並清除任何靠近的水下目標。就算是再遇到類似的突襲，也能輕鬆應對。風暴過後的第3天，海島基地的警戒雷達突然發出了警報，海島的海岸線方向出現了密密麻麻的移動熱源，數量超過5000，正朝着基地的方向快速推进，是從陸地跨海而來的喪屍潮。這些喪屍借着退潮的機會，從10幾公里外的淺灘走了過來，已經快要抵達海島的外圍圍牆。留守基地的護衛隊已經進入了戰鬥狀態，和喪屍潮交上了火，發來的求援信號一封接着一封。我當時正帶着驅逐艦在附近海域巡邏，收到求援信号之後，立刻以最快的速度朝着海島基地駛去，同時讓艦炮系統提前預熱，做好了射擊準備。40分鐘之後，驅逐艦抵達了海島的外圍海域。我用望遠鏡看清了戰場的情況，海島的外圍圍牆外密密麻麻地擠滿了喪屍，正瘋狂地撞擊着圍牆。圍牆的高壓電網已經被喪屍的屍體堆得短路，有幾處位置已經被喪屍撞出了缺口。護衛隊的隊員們正守在缺口處，和喪屍展開了肉搏，已經出現了伤亡。我没有絲毫猶豫，立刻下令艦炮朝着圍牆外的喪屍巢發起了覆蓋式射擊，高爆彈和燃燒彈接連不斷地落在喪屍群裡，炸開一團团冲天的火光，密集的喪屍瞬間被撕成了碎片。熊熊烈火在喪屍群裡蔓延，燒的喪屍發出了刺耳的嘶吼。一輪射擊過後，圍牆外的喪屍巢就被清掉了大半，剩下的喪屍也亂了陣腳，停止了对圍牆的撞擊。緊接着，我讓100台戰鬥機器人乘坐衝鋒舟登島，朝着圍牆的缺口處衝去，替換下了已經疲憊不堪的護衛隊員，和剩下的喪屍展開了戰鬥。機器人的合金機身和高压電機對付這些普通喪屍簡直是降維打擊，液壓夾爪一揮就能掃倒一大片喪屍。高壓電機一啟動，周圍的喪屍瞬間就失去了行動能力。我駕駛着驅逐艦沿着海島的海岸線緩緩航行，用艦炮清理着海岸線上的喪屍群，不讓任何一頭喪屍有機會靠近海島。整整3個小時的激戰過後，圍攻海島的5000多頭喪屍被我們徹底清理乾淨，海島基地的危機徹底解除。戰鬥結束之後，我立刻安排人員救治受傷的護衛队員，修復受損的圍牆和防禦工事，同時讓雷達系統全功率掃描周邊的海岸線，確認沒有新的喪屍潮靠近。我看着圍牆外堆積如山的喪屍屍體，心裡清楚，隨着末世的持續，喪屍的進化會越來越快，以後還會有更多更凶險的屍潮來襲。我必須不斷提升自己的實力，才能守住這片來之不易的安全區。清理完圍攻海島的屍潮之後，我對海島基地的防禦體系進行了全面的升級和擴建。首先是外圍的圍牆，我把原本的鋼制圍牆全部拆除，換成了厚達半米的鋼筋混凝土圍牆，高度提升到了5米，頂端加裝了双層高压電網和擊刺。圍牆每隔30米就設置了一座鋼筋混凝土堡壘，裡面配備了重機槍、火焰噴射器和火箭彈發射器，就算是遭遇上萬頭喪屍的圍攻，也能穩穩守住。我還在海島和陸地之間的淺灘區域設置了多道水下防禦工事，有深達5米的反坦克壕溝，還有布滿尖刺的混凝土障礙，就算是喪屍借着退潮的机会靠近，也會被這些工事攔住，根本走不到海島的圍牆下。我還在淺灘區域的水下加裝了聲呐預警系統和高壓電機網，
任何靠近的目標都會被提前發現並清除，徹底杜絕了喪屍從陸地跨海圍攻海島的可能。除此之外，我還擴大了海島基地的規模，清理了海島周邊的幾處小型荒島，在上面建立了警戒哨站和物資倉庫，形成了以主島為核心，周邊小島為拱衛的防禦體系。我還擴大了作物種植區和漁業養殖區的規模，讓海島基地的糧食和肉類產量能滿足5000人的日常需求。就算是遭遇長期的封锁，也不用擔心食物短缺的問題。队伍的建設也没有落下，我把護衛队的規模擴大到了300人，分成了3個戰鬥大隊，分別負責陸地防禦、海上護航和應急突擊，進行了更加專業的軍事化訓練，配備了更先进的武器裝備，戰鬥力提升了数倍。我還建立了完善的人才培養體系，從幸存者裡筛選有天賦的年輕人，跟着工程師、醫護人員和農業專家學習，培養屬於我們自己的技術人才，保證團隊的長期发展。經過半個月的建設，整個海島基地徹底脫胎換骨，從一個臨時的補給點變成了一座堅不可摧的末世堡壘，形成了完善的防禦體系、物資供給體系和人員管理体系。我站在海島的最高處，看着下方整齊的營房，一望無際的種植大棚，堅固的防禦工事，還有港口裡靜靜停泊的驅逐艦和油輪，心裡清楚，我已經建立起了屬於自己的末世安全區。在這個喪屍橫行的世界裡，給更多的幸存者提供了一個安穩的容身之處。海島基地徹底穩定下來之後，我帶着驅逐艦和改裝的武裝護衛船再次出發，沿着海岸線航行。一方面是尋找更多的物資和幸存者，另一方面是探查周邊海域的情況，摸清周邊的勢力分布。航行的第5天，驅逐艦的通信電台裡突然收到了斷斷續續的無線電信號，信號是來自附近一座沿海城市的軍方幸存者基地。信號裡說，他們的基地被巨型屍潮圍困，已經到了弹尽糧絕的地步，請求附近的幸存者勢力前往支援。我立刻讓通信人員調整電台頻率，和對方取得了聯繫，摸清了對方的情況。這個基地是附近戰區的殘餘部隊建立的，位於沿海城市的一處核電站裡，地勢易守難攻，裡面有超過2000名幸存者，還有不少軍方的技術人員和武器裝備。但最近周邊的喪屍全部聚集了過來，形成了超過10萬頭的巨型屍潮，把基地团团圍住。基地的防禦已經多處被突破，隨時都有被攻破的風險。我沒有立刻答應支援，先讓雷達系統掃描了核電站周邊的海域，確認了航線的安全，又讓情報人員通過無線電摸清了基地的詳細情況，確認了求救信號的真實性，沒有陷阱。我心裡清楚，這個核電站基地對我來說是一個絕佳的機會。核電站裡有穩定的電力供應，還有大量的軍方武器和技術人才。只要能拿下這個基地，我的實力將會迎來質的飛躍。我立刻下令，讓隨行的護衛船返回海島基地，調派200名護衛隊員和150台戰鬥機器人前來支援，同時讓驅逐艦朝着核電站基地的方向全速前進。我站在艦橋的操控台前，看着遠處海岸線的方向，心裡清楚，這一次的支援不僅是一場硬仗，更是一次擴張實力的絕佳機會。我必須牢牢抓住。1天之後，驅逐艦抵達了核電站基地附近的海域。我用望遠鏡看清了基地的情況。核電站的外圍圍牆外密密麻麻地擠滿了喪屍，一眼望不到頭，正是無線電裡說的10萬頭巨型屍潮。基地的圍牆已經有多處被喪屍撞破，裡面的守軍正拼盡全力死守，槍聲和爆炸聲接連不斷，整個基地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我沒有絲毫猶豫，立刻下令全艦進入戰鬥狀態，艦炮和所有的武器系統全部解鎖，準備給屍潮來一輪毀滅性的打擊。我沒有貿然讓部隊登岸，先下令驅逐艦沿着海岸線緩緩航行，用艦位的76毫米全自動艦炮對着圍攻核電站基地的屍潮發起了覆蓋式射擊，高爆彈和燃燒彈接連不斷地落在密集的喪屍群裡，炸開一團团冲天的火光。每一發炮彈落下都能清掉一大片喪屍，熊熊烈火在屍潮裡快速蔓延，燒的喪屍發出了刺耳的嘶吼。一輪又一輪的炮擊持續了整整2個小時，基地外圍的屍潮被我們清掉了近1/3，剩下的喪屍也亂了陣腳，停止了對基地圍牆的撞擊，轉頭朝着海邊的方向湧來，試圖找到攻擊我們的目標。我看着朝着海邊湧來的喪屍群，沒有絲毫慌亂，下令甲板上的24座重機槍陣地和8座火箭彈發射槽同時開火，密集的火力網瞬間鋪滿了海灘，衝過來的喪屍成片倒下，
根本靠近不了海岸線。就在我們用遠程火力幫基地解圍的時候，基地的內部突然出現了變故，通信電台裡傳來了混亂的槍聲和爭吵聲，我們和基地的聯繫也突然中斷。我立刻讓無人機起飛，朝着基地的方向飛去，勘察裡面的情況。無人機傳回來的畫面顯示，基地的內部發生了內訌，基地的高層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主戰派，想靠着我們的支援守住基地和喪尸死戰到底；另一派是投降派，覺得基地已經守不住了，想打開基地的大門，帶着物資投降，換取活命的機會。兩派人馬在基地的主控樓裡已經展開了槍戰。我看着無人機傳回來的畫面，心裡清楚，基地的內訌比外面的屍潮更致命。如果不能盡快平息，就算我們清掉了外面的尸潮，基地也會從內部崩溃。我立刻下令，讓已經抵達的登陸部隊乘坐衝锋舟登岸，朝着基地的方向推进。150台戰鬥機器人走在最前面，200名護衛隊員跟在後面，沿着我們清理出来的安全通道，一路朝着基地的大門推进。沿途的喪屍根本擋不住机器人的腳步，被一一清理乾淨。不到1個小時，登陸部隊就抵達了基地的大門。守軍看到我們的部隊到來，立刻打開了大门，讓我們進入了基地。我跟着部隊走進了基地，看着裡面混亂的场面，心裡清楚，我不僅要帮他們守住基地，還要徹底掌控這裡，把這座核電站基地變成我沧海安全区的一部分。进入基地之後，我立刻把部队分成了2隊，一队由机器人組成，朝着基地主控楼的方向推进，平息内部的內訌；另一队由護衛隊員組成，接管基地的外围防御，替換下已經疲惫不堪的守軍，清理圍牆周邊剩下的喪屍。機器人部队很快就抵達了主控樓，楼裡的槍戰還在繼續。投降派的人占據了1樓的大廳，主戰派的人被困在了2樓的控制室裡。我沒有和他們廢話，直接下令机器人發起进攻。高壓電擊槍同步發射，瞬間擊中了大廳裡的投降派人員，他們連反應的時間都沒有，就失去了行動能力，被机器人牢牢控制住。不到10分鐘，主控楼裡的內訌就被徹底平息。我走進了2楼的控制室，見到了基地的主戰派負責人，也就是這支残餘部隊的主官。他見到我的到來，像是見到了救星，緊緊握着我的手，眼裡滿是感激。我和他了解了基地的詳細情況。基地裡一共有2300名幸存者，其中有500名是受過專業訓練的軍人，剩下的大多是核電站的技術人员、醫護人員和普通幸存者。基地裡有完整的武器庫、物資倉庫和核電站發電機組，只要能守住，就能長期運轉下去。我和他達成了合作，我幫他們守住基地，清理外面的尸潮，而基地則加入我的沧海安全区，接受我的統一管理。他没有絲毫猶豫，立刻答應了下来。他很清楚，沒有我的支援，基地遲早會被尸潮攻破，加入我的安全區是他們唯一的活路。接下來的3天，我帶着部隊以驅逐艦的遠程火力為掩護，對基地周邊的尸潮發起了全面的清剿。機器人部隊走在最前面，護衛隊員跟在後面，一步步推進，把基地周邊10公里範圍內的喪屍全部清理乾淨。10萬頭的巨型尸潮在我們的現代化火力面前根本不堪一擊。3天之後，基地周邊的威脅就被徹底清除。清剿完尸潮之後，我對基地的防御體系進行了全面的升級，加裝了和海島基地一樣的防御工事，高壓電網和火力堡壘，把這座核電站基地變成了一座堅不可摧的陸地要塞。我還把基地裡的軍人和技術人員全部編入了我的隊伍，給他們分配了合適的崗位，讓他們發揮自己的專長，站在核電站的主控樓裡，看着下方運轉正常的發電機組，還有遠處一望無際的海岸線。我心裡清楚，我的沧海安全區又多了一座重要的據點，我的稱霸之路又往前邁進了一大步。核電站基地徹底穩定下來之後，我把大部分的部隊都留在了基地，負責防禦和建設，自己帶着驅逐艦和少量護衛隊員返回了海島基地，準備整合2個據點的資源，建立連通海島和核電站基地的海上安全航線。可我剛回到海島基地，就收到了核電站基地傳来的消息，之前被我控制住的投降派人員聯合了基地裡幾個不滿我接管的軍官，發動了叛亂。他們控制了基地的主控樓和武器庫，扣押了基地裡的主戰派人員，還對外宣稱我是搶奪軍方資產的強盜，讓我立刻帶着人離開基地，否則就炸毀核電站的發電機組，和整個基地同歸於盡。收到消息的瞬間，我立刻下令全艦進入戰備狀態，帶着驅逐艦和100台戰鬥機器人，以最快的速度朝着核電站基地的方向駛去。
我心裡清楚，這些叛亂的軍官根本不是想守住基地，只是想把基地當成籌碼，換取自己在末世裡的利益。他们根本不在乎核電站爆炸的後果，一旦真的讓他們引爆了發電機組，整個周邊的海域和陸地都會被核污染，我之前的所有努力都會付諸東流。8個小時之後，驅逐艦再次抵達了核電站基地附近的海域。我用無人機探查了基地裡的情況，叛亂的軍官控制了主控樓和武器庫，在裡面布置了大量的炸藥，還把扣押的主戰派人員當成了人質，守在主控樓裡。基地裡的大部分守軍都不支持他們的叛亂，只是被他們用武器和人質脅迫，不敢反抗。我没有貿然發起进攻，先讓通信人员和叛亂的軍官取得了聯繫，假意和他們談判，暗地裡讓10台水下機器人沿着基地的排水管道悄悄潛入了基地內部，同時讓無人機把基地的布防情況全部探查清楚，制定了詳細的突襲方案。谈判进行到一半的時候，我突然終止了談判，下令發起突襲。潛入基地的水下機器人率先發起了攻擊，瞬間控制了主控樓的供電系統，整個主控樓瞬間陷入了一片漆黑。與此同時，50台戰鬥機器人從基地的大門發起了正面進攻，強大的火力瞬間撕開了叛亂人員的防線，不到5分鐘就衝擊了基地，朝着主控樓的方向推進。另外50台機器人順着基地的圍牆攀爬上去，繞到了主控楼的後方，堵住了叛亂人員的退路。前後不到20分鐘，叛亂就被徹底平息，人質被成功解救，核電站的發電機組安然無恙。我沒有絲毫留情，按照戰時軍法處理了所有參與叛亂的人員，徹底肅清了基地裡的不穩定因素，真正掌控了這座核電站基地。平息了核電站基地的叛亂之後，我徹底整合了基地的所有資源和人員，把核電站基地和海島基地正式連成了一個整體，建立了完善的管理體系。我把2個基地的人員進行了統一的調配，把技術人員、醫護人員、農業專家和戰鬥人員都分配到了最合適的崗位，讓2個基地的優勢互補，發揮出最大的作用。核電站基地有穩定的電力供應和大量的工業設備，我把這裡當成了安全區的工業和能源中心，建立了武器維修廠、設備加工廠和物資生產廠，能自己生產武器彈藥、生活用品和工業零件，徹底擺脫了對外部物資的依賴。海島基地有充足的土地和淡水資源，我把這裡當成了安全區的農業和後勤中心，擴大了作物種植和漁業養殖的規模，保證了整個安全區的糧食和肉類供應。就算是遭遇長期的封鎖，也不用擔心物資短缺。我還建立了連通2個基地的海上安全航線，在航線的沿途設置了多個警戒哨站和補給點，配備了武裝護衛船和巡邏機器人，24小時不間斷巡邏，清理航線周邊的變異海獅和可疑目標，保證航線的絕對安全。就算是遇到惡劣天氣，2個基地之間的人員和物資運輸也能正常進行。整合完2大基地的資源後，連通海島與核電站的海上運輸線正式常態化運轉，3艘武裝運輸船輪班往返，輸送着糧食、工業零件與能源物資。這天清晨，調度中心傳來警報，編號3號的運輸船在航線中斷失聯。雷達最後捕捉到的信號顯示，其周邊出現10多艘不明武裝船只。聲呢？檢測到明顯的登船撞擊聲，我立刻調閱衛星與無人機畫面，看清了對方的標識：怒海傭兵團，一支在遠海盤踞已久的武裝勢力，麾下有20餘艘改裝戰艦，甚至包括一艘加裝了艦炮的退役輕巡洋艦，手段狠辣，專靠劫掠幸存者勢力為生。他們竟敢盯上我的運輸線，顯然是摸清了航線規律，想趁我整合基地時趁虛而入。我當即下令集結艦隊，以驅逐艦為核心，搭配油輪改裝的油料要塞與4艘武裝護衛艇，同時從2個基地調派200台戰鬥機器人登艦，艦隊滿載彈藥與燃油，朝着運輸船失聯海域全速進發。沿途我讓聲納全功率掃描，無人機前出百里偵察，是要讓這夥不知天高地厚的傭兵團付出慘痛代價。艦隊行至運輸船失聯的暗礁區，雷達突然捕捉到密集的魚雷信號，10數枚魚雷從暗礁縫隙中竄出，直撲驅逐艦艦體。怒海傭兵團竟在此設伏，想利用暗礁區限制我艦的機動空間。我早有防備，指尖連按操控台，驅逐艦立刻啟動反魚雷防禦系統，舷側的深水炸彈接連投放，在海面下形成爆炸屏障。同時4座近防炮全速開火，精準攔截漏網的魚雷，數秒內便將所有魚雷摧毀。緊接着我下令艦隊反擊，
76毫米艦炮鎖定暗礁後的敵方護衛艦，穿甲彈接連發射，瞬間撕碎3艘護衛艦的船身。油輪要塞的火箭彈發射潮起射，覆蓋了對方的火力點。敵方輕巡洋艦見伏擊失敗，立刻調轉船頭想逃。我讓2艘護衛艇繞至其後方切斷退路。驅逐艦主炮持續轟擊其動力艙，數發炮彈後，輕巡洋艦失去動力，癱在海面。就在我準備登艦清剿時，雷達突然顯示遠方有大批目標逼近，竟是怒海傭兵團的主力艦隊。這場伏擊不過是他們的誘敵之計。怒海傭兵團主力艦隊共15艘戰艦，呈合圍之勢向我逼近。輕巡洋艦也趁機啟動備用動力，試圖配合主力夾擊。我立刻調整戰術，讓油輪要塞留在原地牽制輕巡洋艦，驅逐艦帶領護衛艇直衝對方主力，同時釋放100台水上機器人，組成無人艦隊襲擾敵方側翼。艦炮與火箭彈交替發射，敵方戰艦接連被擊沉。可就在此時，敵方旗艦突然發出一道熟悉的信號，那是雲城戰備應急指揮部的專屬頻。我心頭一震，下令無人機鎖定旗艦駕駛室。畫面中出現的竟是當時搶艦失敗的漏網之魚張坤，他竟成了怒海傭兵团的首領，一直蟄伏着伺機報復。張坤見身份暴露，竟下令旗艦裝載的炸藥自爆，想與我的驅逐艦同歸於盡。我立刻讓驅逐艦全速後撤，同時讓水下機器人突襲旗艦船底，液壓夾爪撕開船身，高壓電機癱瘓其控制系統。自爆指令瞬間失效，登艦的機器人迅速控制旗艦。張坤被當場擒獲，殘餘的傭兵团勢力見首領被俘，瞬間潰散，被我艦隊逐一清剿。清剿完怒海傭兵团，我繳獲了包括輕巡洋艦在內的12艘戰艦，還有大量的武器彈藥與改裝設備，艦隊規模直接翻倍。我讓工程師將這些戰艦全部改裝升級，編入護衛艦隊，同時在怒海傭兵團的老巢廢棄的黑石軍港建立起第3個海上據點，部署雷達與防空工事，將管轄海域擴大至500海里。就在黑石軍港建設收尾時，遠程雷達突然捕捉到一支超大型艦隊信號，從遠海向我方海域駛來。信號標識正是之前發來結盟邀請的方舟城邦，對方並未按約定派使者單獨前來，而是出動了30餘艘戰艦的先頭艦隊，直逼黑石軍港。很快，對方的無線電信號傳來，態度極其傲慢，要求我立刻交出所有基地與艦隊，臣服於方舟城邦，成為其附屬勢力，否則便踏平我的所有據點。我冷笑一聲，深知方舟城邦所謂的結盟不過是幌子，真正的目的是吞并我的勢力。當即下令3大據點全部進入最高戰備狀態，艦隊集結於黑石軍港外海，準備迎戰。方舟城邦的先頭艦隊率先發起進攻，數架改裝艦載機從其核心的改裝航母上起飛，攜帶燃燒彈直衝黑石軍港的防空工事，同時10餘艘戰艦齊射，炮彈如雨點般落在我艦隊前方海域。我立刻啟動全艦隊防空系統，驅逐艦的防空導彈與近防炮聯動，瞬間擊落半數艦載機。黑石軍港的岸基防空炮也火力全開，將剩餘艦載機悉數攔截。緊接着我下令反擊，驅逐艦主炮鎖定對方航母的飛行甲板，數發穿甲彈精準命中，直接癱瘓其艦載機起降能力。改裝後的輕巡洋艦與油輪要塞配合，火箭彈與艦炮形成交叉火力，擊沉對方4艘戰艦。我讓200台戰鬥機器人乘坐衝鋒舟，突襲對方落單的戰艦。登艦後，迅速控制駕駛室，將其收編。敵方艦隊旗艦的艦橋上，軍心大亂，開始向後撤退。我並未下令窮追，而是讓艦隊進駐黑石軍港外圍，加固防禦，同時讓2個基地加速生產武器彈藥。我清楚，這只是與方舟城邦的第一次交鋒，真正的決戰還在後面。而我早已做好準備，定要在這片滄海之上，將方舟城邦踩在腳下，真正實現海上稱霸。